比方我离婚的事情，我没有跟我爸妈讲，今天要跟这个人继续生活下去，痛苦的是我，不是你们在承受这些事情，因为这是我的人生啊，是我要去面对我人生的下半场。我并不是今天想离婚，我明天就提啦。这挣扎了4年，两方的家庭、小孩，你都在思考要吗？你会觉得你好像是一个千古罪人。有小孩为什么要离婚？难道他们会比你还要不在乎小孩的幸福吗？真正破碎的是心灵，不是形式。两个人很破碎的在一起，外界是看不到这个问题有多大，不如你分开了，还可以有2个完整的人。我用尽全力在活这个人生，在经历这些事情，在你嘴里就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到理科太太。今天坐在我旁边的是前东京卓艺创办人周品君。大家好，我是品君。关于长大这件事情，每个人学到的一课都不一样。对于有在自己出来创业的人来讲，每一步每一个过程都是充满了辛酸。但是我看就是比较戏剧人生的，好像你是属于台面上的少数几个，所以就想要跟你请教一下，分享一下你人生的故事。我有看你在那个看板人物的访谈，然后我看了之后也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你常常会在别人奋斗的过程之中会看到一些自己的影子嘛。你提到说你是在云林长大，嘉义求学，对，就一直都在很淳朴的环境里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突然在很早很早，真的是很早的时候，在大家都还没有在觉得电商会做起来的时候开始，其实你要拍身上穿的衣服放在网络上，在那个年代不是那么容易耶。对，因为我们并没有这些知识跟没有这些设备，而且你其实并不理解电商在未来会是不是被发展的。当时就要网拍，一路就又创立了自己的公司，之后又经历了结婚、离婚，然后就重新创业这样子。对，我觉得里面太多东西可以讲。在你经历的这些起起伏伏里面，你父母在你人生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爸妈都很单纯，然后都是像我妈是老师，我爸是公务人员，那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地方上班，可以一辈子的那种，所以他们其实不太能理解我的人生要把它搞那么复杂，你知道吗？光是我要创业这件事情，其实他们就都不是支持的，他就觉得你就跟我们一样当老师就好啊，为什么要跑去做生意？这样他们觉得做生意是一个风险很大的东西。然后其实我从小就一直从念的科系也好，念的学校也好，想要走的路也好，就一直都没有照他们的路去安排。对，一直没有成为他们想要的那个样子。在这个过程中，你其实是知道，因为我知道我要什么。如果我不知道我要什么，我有可能就会照父母的安排。那你怎么知道你要什么？我就是知道我要什么。国中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想要当记者，我想要进媒体圈，我想要去采访别人，或是当编辑，或是广播节目主持人什么。我就是对媒体这一块是有兴趣的。到了大学的时候，我念了传播系之后，我就觉得说，好，那之后我就是要进电视台啊，或是进广播圈这样子，不小心创业这样子。可是当时也没有觉得创业是一个长久的事情，只是觉得好玩，那反正大4毕业再去找工作就好了。当时没有想到它真的会是未来10年的事业这样子。但后来没有去上班继续走这条路的时候，其实父母的就是很担心的。就算还在大学，你在网拍上面其实已经有做出一些营业额，对，所以让自己有信心，觉得这个好像可以继续试试看。当时的年代是，就算有营业额，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泡沫化，因为当时有非常多的网络公司倒闭，然后又有一阵子是金融海啸，就是2000年 .com 泡沫危机之后的几年，大家心里还有阴影在。大家其实对于网络这件事情是觉得什么时候会泡沫，什么时候会怎么样是不知道的。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把电商视为是电商产业，就只觉得就是小朋友在玩拍卖的东西而已。这个行业并不被看好的，然后加上父母也不懂这个行业，所以会觉得那是小孩在玩的东西，会觉得你不务正业，然后你什么时候才好好上班。那在长大的过程之中，其实我们都会一直很在乎父母怎么看我们，也当然内心所有每个小孩都是希望父母很爱他。那在父母跟你有一点觉得你好像不应该做这个的状况之下，你有跟他们沟通协商吗？一度有过挣扎，就是我其实没有想要去走他们想要我走的路，可是你心中会有那种小孩对父母想要被父母肯定的期望。对，你想要他们是理解你，其实你选的这条路是更好的，你想要证明我这样是 OK 的，我也有取得我的成功。
所以你就会一路上其实想要让他们看到，你看我现在营业额怎么样或者是如果你上了媒体的报道或者去上谁的节目，你会想要给你爸妈看，你看我被谁报道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回到一个小孩想要父母的肯定，可是你就会发现他们好像都觉得还好。对，父母好像都是这样，因为你终究就是他们的孩子。对，而且你终究在做的真的不是他们觉得对的事，到现在还不觉得吗？真的，他们就是觉得你就是把你人生弄一团乱这样。即便可能所有周遭的人都会觉得，你父母一定很以你为荣就是大家会觉得你做生意很成功，你父母一定都不担心你，然后觉得你很棒吧。然后每次遇到这种问题，如果是不熟的人，我都想说没有啊，就反而我们从来都没有被认同过。你觉得你是一个外在看起来比较强势的人吗？大家会以为你很强势，但是其实你的内心跟外在一样吗？还是其实没有？我觉得我是很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敢去反抗父母，不会想要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但是你内心仍然希望是父母可以认同你、认可你的。其实那个渴望我觉得都是在的，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真的得不到的那个时候，你才会真的成熟了。你放下了一个你就是做不到的事，就是我真的很想让你们知道我选的路没有错，而且更适合我，然后我也走出我的一片天，然后我现在过得很好，并且我也有能力让你们过得更好。可是你会发现这些不是他们要的，他们要的终究还是回到就希望你好好当一个老师，然后好好嫁人，然后就乖乖的就是走向跟他们一样的道路。那我就是永远不可能变成那个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得不到这个认可跟这个认同的时候，我觉得放弃成为他们想要的那种人的那一刻开始，你才会觉得哇，我轻松好多我在諮商的过程之中就深深的有被上这堂课。諮商师说我心中的那个小女孩其实还一直想要妈妈来照顾，可是我现在已经是人家的妈妈了，我要跟我心中的小孩说，我现在就是我自己的照顾者，我要去寻求的已经不再是父母的肯定了，而是我是我自己的照顾者，不管怎样我自己会陪着我自己，然后我觉得这样子对就可以了。就是观众可能不是工作上面有不同意见，是其他事情有不同意见，但终究就是因为某件事情没有办法获得父母的认可。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长大的过程，长大过程你认知到父母跟你终究是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成长背景，不一样的价值观，所以他们会这样子觉得是有原因的，变成从为什么你一直不认可我到好我理解我们不一样，但是我同时也认可我自己做的这件事情没有问题。你知道你自己成为这样的人你才会快乐，如果我成为你们想要的那样的人，我可能是不快乐的，但是也许你们很快乐，可是我要这样的生活吗？我觉得我不要。他们也在学习，我的小孩不会是我要的那个样子，我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自己就会提醒自己，我不要给我的小孩这样的压力，我不要一直去认为你应该要怎么样我才会高兴，我才会以你为荣。我也会耶，我就是他现在4岁了嘛，什么东西都要把它弄坏啊丢啊，然后你说什么他就不要，然后他每次就是这样子完了之后，我都会心平气和说你这样子破坏东西是不对的，但是虽然你这样子妈咪还是爱你，就我后面现在会再多补一句，因为我不要他觉得他做了我好像不那么认可的事情，我就不爱他了。对，这是拆开的，对，这是不一样的事情。但是我是可以说我们长大的过程之中，感觉我们只要做了父母不认同的事情，就会连接到那我父母是不是不爱我了？就在长大过程之中好像要把这个东西把它拆开，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长大课题。就是我们要去意识到，我们应该要把这两件事情拆开，不要为了渴望得到别人的爱，然后就去取悦别人。不管这是一般人也好，还是父母也好，其实最容易产生的就是父母，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一半。对，另外一半，然后很多人可能会扩大到所有人，他想要得到所有人的认可跟喜欢，所以他会被迫变成社会上认为这样才是正常的人，所以你就永远没有办法做自己了，而且你也因此没有办法好好照顾自己。长大的过程之中，还有一项就是你自己好不好已经不再是你父母的责任了，你有没有办法在身体跟心理上把自己照顾好，这个是未来一直要学的课题。对，我还是得要讲回另外一半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们
可能都有共同点，就是大家觉得我们是强势的人。为什么啊？长相问题吗？我觉得我们可能颧骨比较高吧，就很容易被误会。就是大家会觉得看你样子就觉得你很精明啊，很刁钻啊，然后你一定很强势，所以一旦今天你感情或婚姻有什么状况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一定是你的错。对，在感情上可能不一定是这样子啊，就大家不要以貌取人。还有感觉工作上比较热爱工作，对，有事业心，然后也有想法，讲话可能有条有理的，然后会去阐述自己的想法，然后也往自己的目标走。好像这样的人就会被觉得那你就是强势的，所以你一定做什么事都不会退让，你一定没有温柔，对不对？什么，这好像就会变成一个框架，可是实际上并不一定是这样子。大家会误以为你在工作的时候的样子就是你在家庭的时候的样子，或是你在生活的样子，其实未必，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面貌。对，然后我们去面对每一个人，包含面对我们另一半或小孩的时候，我们也有自己另外的样子。你们看看自己，你是不是在工作的时候是一个样子，在家里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样子？你对老板是一个样子，你对男友应该也是另外一个样子，你对你的宠物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才对。对啊，不要直接就一个标签贴上来了。我非常想要知道你是怎么处理压力的，外在对你有一些指教的时候，其实对内心是绝对有重量的。那你又要处理自己内部的家务事，我比较好奇的是你怎么调节这些压力的，怎么照顾好自己。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就是我们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明确的时候，这些压力就会变成只是一些杂音，你不见得要去扛下它。可是我觉得很多人没有办法承受这些东西，是因为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他慢慢的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就会变成别人说的话或家里面的这些事情，就会变成我到底在干嘛？他也不知道他自己要什么了。那因为我一直都会先探究自己我要什么，我不要什么的时候，你在面对这些指教或误解或压力的时候，你都知道，可是因为我要什么，所以我没有办法照你说的走，或我不需要给谁交代。因为这是我的人生啊，是我要去面对我人生的下半场。比方我离婚的事情，好，我没有跟我爸妈讲，我就签了。然后我跟他们讲的时候，只是告知而已。那对他们来说，晴天霹雳，什么东西这种事情你没有先跟家里面讨论。可是我就会觉得，为什么要讨论？讨论你们也只会说 no 啊。那可是我已经很确定，我就是想要离婚的时候，以及我不想跟这个人走我人生的下半场的时候，我跟你们讨论要干嘛？你只会来说服我这样想是错的。我只是在交代这个，可是我没有在跟任何人讨论我可不可以离婚，因为我30几岁了，我可以决定我的人生，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对，今天要跟这个人继续生活下去，痛苦的是我，不是你们在承受这些事情。我当时觉得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意，我只要确定这是不是我要的。可是探索这件事情是不是我要的，我花了4年耶。我并不是今天想离婚我明天就提啦，这挣扎了4年，不断的为了事业、两方的家庭、小孩，你都在思考要吗？可是你那个念头你也会想要把它压下去，因为你知道这会带来多大的麻烦。尤其是当你看两边家人其实很 OK， 他们可能都很快乐的时候，你会觉得天啊，我如果提出这东西，我会破坏2家的幸福，甚至我会不会影响很多事，包含小孩的未来等等，那个都是不可预期的。你会觉得你好像是一个千古罪人。尤其难上加难的是，因为你们有小孩，大家第一句一定会下去就是他们也什么都不看，就是一个很表面，有小孩为什么要离婚？对，难道有小孩离婚的人不知道他有小孩吗？难道他们会比你还要不在乎小孩的幸福吗？难道他们都没有挣扎吗？难道他们都不知道接下来自己跟小孩可能要面对什么吗？我们就是知道，所以我们才要犹豫这么久，甚至也想过还是算了，就牺牲自己。如果我假装快乐，然后大家都那么快乐，是不是也 OK 啊？我想过这选项，到最后你一定有试试看，但是真的发现快乐假装是假装不了的。当我不快乐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以后要怎么面对小孩啊，因为妈妈快乐，小孩才会快乐。对，我没有办法用这个快乐的妈妈去带我的孩子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样的家庭要怎么继续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明明知道做了这个决定有可能会帮自己带来多少的麻烦跟指责，可是就像你讲的，我知道我想要的是为了小孩的福利，有个快乐的妈妈，所以选择去做这件事情。那其他的你就会觉得反正我在选这一题的时候，我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了。我想要跟很多就是特别是在婚姻中
而且又有小孩的妇女讲，我不是在鼓励任何人什么要去离婚，而是说你要先看看你现在过得好吗？然后原因是什么？这个原因是可不可以一起把它改掉的？那长期来讲，这终究就是你自己的家务事。别人会怎么讲？茶余饭后就给你讲，连讲个7天1个月好了，他也会腻啊，因为他们这些人不需要为你的决定负任何的责任。日子不是他在过，对，终究这个接下来的日子是我们自己要过的。我们只是想确定这是我不要的，然后我想要怎么改变我的人生，而不是为了别人因为会被讲怎样，会什么什么。尤其当有小孩的时候，人们都会觉得提出离婚的那个人是错的，因为他让家庭破裂了。那以前我也曾经想过，我是不是不该这样子选择？但是现在我都会告诉我的粉丝，或者是告诉我身边的朋友们，就是真正破碎的是心灵，不是形式。看似完整的家庭，可能里面每一个人的心都是破碎的，要做什么？我们维持那个表面的形式给人家看，可是我们的心都没有在一起。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意义的。那当所有人都分开之后，可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过着更好的日子，有什么不好呢？两个人很破碎的在一起，外表看起来感觉对啊，他们没有离婚啊，对，他们没有离婚，外界是看不到这个问题有多大多折磨人的。不如你分开了，还可以有2个完整的人。是，那你要怎么让一个没有幸福的家庭期待会教出幸福的孩子呢？他连幸福是什么都不知道，因为孩子会长大，他会看懂很多事情。像我有很多的粉丝就有跟我回馈说，从小到大看了爸妈不管打架打闹吵架冷战然后从小看到他们这样，反而他不信任婚姻，他觉得好像婚姻就是这样的东西，吓到他不敢结婚，甚至他不懂什么是爱，他觉得没有爱啊，哪有爱这种东西？那这个东西教育给下一代是好的吗？他认知到的家庭是这样子，认知到的爱是这样子，所以他不知道幸福是什么。我反而觉得，如果我们有勇气去面对重新选择的这个机会，这其实是一个好的示范。但我们不是鼓励一定要离婚才是对的，而是如果你真的觉得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不对的、不幸福的，你勇于去改变的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勇敢的一个决定，而且是对自己人生的负责。那孩子其实有可能是会学到很正面的事情的，只是我们怎么去传达这件事。我觉得离婚这件事情不是对或错，而是你怎么让孩子去理解为什么妈妈这样子选择，而且我怎么去过我离婚后的日子，然后不要传达负面或憎恨的情绪给孩子。我觉得他不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小孩子的世界是很单纯的，那就是爸爸妈妈没有住在一起了，对，但是也看得到爸爸，也看得到妈妈，对，那他还是被2方爱着。我觉得还有一些比较现实，让大家不敢去真的着手面对处理的，可能是财务吧。我觉得女生经济一定要独立，对，所以你才有办法在婚后还有一个选项，要把经济跟婚姻拆开，你才有机会重新选择。因为我觉得人要完整啊，有经济能力，自己有办法为自己做主，也是其中一个完整的必要条件。对，也没有人说结了婚之后就要完全的牺牲掉自己，我要全心只能在家里照顾小孩，然后不出去工作。但我知道有些人是逼不得已的被分配到要做这件事情，但是有没有办法在这里面找到平衡，一直都是当妈妈的人很大的一个功课。我要怎么平衡我操小孩这份心跟我的工作？或许夫妻之间可以好好谈的话，这样就是一路这样就是可以继续走下去了。但是还没有结婚的女生，你现在就要开始想，你现在经济够独立吗？千万不要为了好像要给你一个稳定的经济支柱所以结婚，这样子万一这个婚姻不适合怎么办？然后也不要把婚姻当成你人生的终点，因为人生真的很长。那其实是另外一个生活模式的起点。对，天有不测风云嘛，万一这一条路走不下去，你也不可能人生就卡在那啊。我们现在可能30到40岁结婚，我们可以活到90、100岁耶。那你这60年是你选择结婚的2倍。如果能找到一个人可以白头偕老一辈子，基本上是一个奇迹。而且这其实根本不科学啊，因为你每一段要的不一样。对，我们从20、30、40，然后跟不同的事业高度，跟
有没有小孩，然后小孩多大，其实我们也自己都在变。对，然后要有一个人可以从完全跟上你的脚步，对，你们成长脚步都一样，你们价值观都一样，你们面对什么事情都可以协调，这很难。你这么爱你爸妈，你都不一定有办法跟他住在一起，住这么久了，更何况是跟另外一个活人。很多人可能会说啊，你怎么会选错人啊？或者是你是不是很后悔当初选的错的人？我其实会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准确的形容，因为当初你一定觉得他是对的人啊。对，谁会知道他是错的，然后还选他？对，当初就是觉得在这个选择里是对的。是后来走到一个过程，不管几年也好，遇到什么事，它变成不对啦。那这个时候我想要改变可以吗？不管这个改变是我们重新磨合，或是透过很多的沟通方式，或者是到最后你发现没有办法，我必须放下这个人。我觉得人生旅程上面你可能会遇到很多次可能伴侣的改变或选择，谁不想要跟一个人白头到老？我们也希望啊，也想要这件事情，可是当真的没有办法达成的时候，我觉得可不可以不要把这件事情绑得这么死，看得这么重？我们都是有权利可以换人生伴侣的，不适合了，如果有机会换人，不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好像是罪恶的事情。而且甚至不用直接想到换人，而是你要想人生很长，如果你继续选择用这样子的方式很痛苦的过日子的话，我要为我自己的痛苦负责，我用尽全力在活这个人生，在经历这些事情，在你嘴里就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对，因为不是你在承受这一切，你要离开一个人，其实你还是会不舍得的，而且那是一个生活模式很巨大的转变。像我好了，即便是我提出离婚的，即便这个婚姻对我来说是痛苦的，所以我选择离婚，我应该是解脱的。但签完字走出那户政事务所的那一个 moment， 我还是久久不能自己耶，我并没有像我以为的耶，我要去开香槟，我要去欢呼。当我现在是离了婚的人，那我接下来要怎么过，跟怎么面对，那个心里面那个纠结好五味杂陈哦，你知道，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结婚是一张证书，离婚也是一张证书，那这个之后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离婚率这么高，可是社会上都在讨论怎么样结婚，女生怎么把自己嫁出去。没有人在讨论怎么好好离婚，跟怎么在离婚后怎么面对这一切，没有这堂课。因为感觉大家就会觉得离婚一定是有人做错事，它就是你人生的犯一个很大的错误的污点。但是离婚率这么高的状况之下，就表示你根本找对人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对了，后面都不知道可以对一辈子。对，这婚姻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了，人生还有60年要走，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我觉得肯定是，我不是在诅咒大家，可能是现在观众大概未来可能会遇到的一个学习长大成熟的议题。我有听我朋友说，他说你要真正长大，就是不喜欢那个人，也不喜欢自己，到你没有不喜欢那个人了，你开始喜欢自己了，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但是经历完这个过程，你的确会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耶，你就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打垮你了，你就变得更坚强。可是那个坚强是在心里面的，是真正的。对，你知道你自己是谁，你知道你自己要什么，你知道你可以承受什么，什么是脆弱的，然后你会去走你擅长的路，你有能力保护自己，然后你有能力去走上你想要走的那条路的这种坚定跟自在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难形容，但是你的确知道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了。大家对于结婚这个东西有一个结婚典礼嘛，我觉得你可以办离婚典礼。结婚典礼感觉是一个开始，离婚典礼也是一个各自走向新人生的开始。因为结婚了，大家会知道 OK 已婚身份可能会有什么事情对你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那离婚为什么不能告诉大家那我现在离婚了，所以也要不一样啦。对，而且能不能开开心心的做这件事情，对，我们可不可以学习怎么样好好离婚，其实社会问题会少很多。还有就是对孩子的负面影响也会变少。人们能不能去学习怎么样面对分手这件事？有些人连分手就处理不好，何况离婚。我觉得如果大家都有这样子比较成熟的心智来面对离婚，
问题真的会少很多。因为像我就已经觉得我是非常理性的人，可是你没有办法，没有人不想要好聚好散，可是这个取决于2个人，你也只能想办法在这个过程中保护自己。可是偏偏保护自己的人，一旦你提起诉讼，一旦你什么争取自己的权益，结果外界觉得你在闹，你还要吵多久？我觉得就让外界这样觉得，因为外界他没有在活你的生活，他不知道你到底在面对什么事情。如果可以的话，没有人要选择离婚；如果可以的话，谁要选择上法院？对，如果可以好好解决问题，谁要把事情弄得这么难看？就是没有办法。那我们只是在保护自己。其实我觉得创业工作比经营婚姻还要简单，因为工作其实掌握权在自己身上。我很努力，好，我试100个东西，它都不成功，我就再试，从101个开始试起，就是这个掌握权在我身上。可是婚姻是2个人的事情，另外一个人要怎么样，是你完全没有办法掌控的。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婚姻里面的相处之道，跟如果真的走不下去了，要离婚要分开的这个处理跟面对的方式，其实才是更重要的课题。但是这个是很多人必须内心要跨过的一步，就是不要责怪自己。对，就是你遇到这个东西不顺，你要想说，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我们沟通看看吗？自己沟通不了，我们可以去咨商看看吗？我们可以去努力。当你这些努力全部做过一遍之后，还是不行，你就放过自己吧。对，很难的一个决定。那大家以后，我说这个社会上也好，就能不能够更尊重这样的决定？我当然可以理解，其实很多人的婚姻是因为他是不愿意的，也许是有人出轨，也许是有人对不起谁，所以很多人可能他是不愿意的情况下离婚，所以他会觉得这是有人做错事。怎么可以这样子？可是其实每一段婚姻是不是这样子去破碎是不一定的。其实婚姻里面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是有太多太多生活上面的大小事。等你们结婚就知道了。所以长大的过程，其实处理感情啦，这绝对是一个啦。不管是你只是交往，还是你真的有走到婚姻，然后之后怎么样处理自己的感情，对自己做的所有决定负责。那就是长大一部分。然后你一旦做了这个决定，不管人家对你合理或不合理的指示、指教，就是承担吧。反正我就做了这个决定啊，那这是我的人生，你爱怎么讲怎么讲。是，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好好解决自己感情上面的问题，好好面对哦。然后你明明知道哦，我接下来选这个东西可能会遭千夫所指。可是后面你怎么不知道你人生就接下来海阔天空了呢？那今天就这样啦。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留言、分享。如果还没订阅的话，请帮我订阅一下哦。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